我告诉你，人过了50岁的女人，你这辈子最大的投资根本不是房产，也不是银行里的存款。你去好好看一看你身边所有的人，静下心来，用心观察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人生现象。同样是活到中年，同样经历半生风雨，同样为家庭操劳半生，有的女人越活越贵气，越活越从容，眉眼间自带温柔气场，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，福气源源不断，围绕在身边。可有的女人呢，拼了一辈子，省吃俭用攒房产，起早贪黑攒积蓄，操心儿女，操心老伴，辈子不敢停歇，到头来反而越活越心累，越活越孤单，满脸沧桑，满身怨气，晚年整日活在焦虑和纠结里，怎么都安稳不下来。很多女人一辈子都想不通这个道理，明明自己不比别人差，付出的心血比别人少，受的委屈不比别人轻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差距会拉开这么大的距离？为什么有人命里自带福气，到老安稳顺遂，有人命里满是坎坷，到老劳碌奔波？道理其实特别简单，根本不是你天生命不好，也不是老天对你不公平，而是大半辈子的时光里，你都选错了人生的投资方向。你把所有精力都耗在了有形的外物上，却从来不懂易经天道的深层智慧，不会静下心来修炼自己的内在福气，懂养自己的心，懂修自己的德，更不懂守住自己的无形财库。世间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之道，有形为阳，无形为阴。阳可以满足生活温饱，阴才能撑起一身福气。太多中年女人只懂追逐阳的外物，却忽略了阴的修行，这就是一辈子辛苦却没有福报的根本原因。很多世俗普通人眼里的福气都太过肤浅，都太过表面。大家都觉得女人后半生的福气就是手里有几套房产，银行卡里有多少存款，子女有体面的工作，嫁得好，有靠谱老伴，晚年不愁吃不愁穿，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参悟天道人情大半辈子，我可以直白坦诚地跟大家讲，这些通通都是表面的虚浮，都是靠外在物质撑起来的短暂好运，从来都留不住，更守不长久。天道讲究阴阳平衡，世间所有外在的物质都是有形之物，有兴盛就有衰败，有上涨就有跌落，有相聚就有离散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永远牢牢握在你的手里，也没有任何外物能陪你走完余生所有岁月。房子会老旧贬值，存款会被通胀消耗，子女会有自己的小家，老伴也无法陪你走到最后。这些东西可以给你一时的安稳，却给不了你一生的底气，更填不满你内心的惶恐空虚。真正的贵气，真正的福报，真正能守住一辈子的安稳底气，从来都不在繁华的房子里，不在冰冷的存款里，不在子女的成就里，
更不在别人的庇护里。真正的福气藏在你的内在能量里，藏在你的格局修养里，藏在你的心性德行里，藏在你的心态修为里。易经坤卦有言，第四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女人本为坤道，主包容，主承载，主温润。女人一生的福气都是靠向内修行修出来的，不是向外求来的。一个女人只要把内在的心性稳住了，把自身的气场修平和了，把德行修养做厚实了，不用刻意追逐钱财，不用刻意算计好运，你的财运、你的人缘、你的健康、你的晚年福气，自然都会顺着天道规律向你慢慢靠拢。这就是福报的真相，也是易经流传千年，留给天下女人最珍贵的人生智慧。告诉你，中年女人之所以越活越苦，越活越委屈，越活越没有福气，大半都是心甘情愿，掉进了4个人生致命陷阱，深陷其中却不自知，一辈子钻牛角尖，一辈子走不出来，慢慢耗光自身的能量，耗光一生的福报。今天我就把这4个困住无数中年女人的陷阱一一拆解给大家听，每一个都说到你的心坎里，每一个都值得你静下心来好好反思。第一个致命陷阱，一辈子围着家庭打转，为家人活一辈子，偏偏弄丢了最珍贵的自己。你去用心观察身边太多的中年女人，几乎都是同一个模样。从年轻嫁人开始，眼里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，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没有自己的情绪感受，辈子眼里只有丈夫，只有孩子，只有家务琐事，只有家庭责任，把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心思，全部毫无保留地耗在家人身上，从来不为自己活一天，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考虑一分，每天日复一日，操心柴米油盐，操心一日三餐，操心孩子的学业前程，操心丈夫的事业起居，操心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琐事，事事都想管控，样样都想插手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付出全部真心，倾尽半生心血。可到最后呢，往往落得一身委屈，满心不甘，心里满是抱怨，满是委屈，满是不甘，总觉得自己付出太多，回报太少，总觉得家人不懂珍惜，不懂感恩，情绪常年郁结在心，无处排解，日日内耗，夜夜纠结，一点点耗损自身的福报与生命力。易经坤卦一直强调，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根，是家风的源头，是一家人的福气所在。但坤道的智慧从来不是让你过度操劳，不是让你全盘掌控，不是让你牺牲自我成全所有人，而是守住自己的心性，稳住自己的气场，温柔包容却不捆绑，尽心顾家却不迷失。很多女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一味付出，一味迁就，一味牺牲，把自己活成了家庭的保姆，活成了别人的附属品，最后消耗了自己，也得不到想要的珍惜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，一辈子为家庭倾尽所有，省吃俭用，只为攒下房产留给儿女，起早贪黑，只为照顾好一家老小。到老了之后，自己落下一身毛病，
常年被病痛折磨。孩子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反而不懂体谅母亲的辛苦。丈夫习惯了你的付出，反而不懂得珍惜你的委屈。到最后自己孤单落寞，满心疲惫，一辈子付出，换不来晚年舒心。可也有活得通透清醒的女人，深谙坤道智慧，懂得拿捏相处分寸，尽心顾家却不捆绑家人，付出真心也懂得留几分自我，不瞎操心儿女的人生，不乱纠结生活的琐事，不强行管控丈夫的选择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，心性平和从容，自身气场安稳，福气自然绵长不散。很多女人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付出越多，反而福气越薄，人心越留不住。道理很简单，天道讲究能量守恒，你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部向外泄，一味付出懂留白，一味迁就懂自爱，阴阳自然失衡，能量耗散了，福气就会悄悄漏掉，手里的钱财留不住，身边的人心留不住，就连自身的健康也会慢慢受损。想要跳出这个困住无数女人的陷阱，我给大家3个实在的解决办法，听懂照做，你的人生会慢慢变好。第一，学会适时放手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子女有子女自己的人生缘分，不必事事管控，不必事事操心，该放手时放手，才是最大的智慧。第二，及时收回多余心思，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培养兴趣爱好，沉淀自身心性，读书养心，赏花静心，别把人生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。第三，少抱怨多包容，看淡生活琐事，放下内心执念，不纠结对错，不内耗情绪，情绪平和了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第二个致命陷阱，过分执着物质财富，辈子为钱财焦虑，为房产算计，活得身心俱疲。你去看看当下多少50岁上下的女人，一辈子被钱财困住心神，被房产困住眼界，满脑子都是房价涨跌，银行存款通胀，晚年养老储蓄，日日算计，夜夜担忧。有了一套房，就想着再买第二套，有了些许存款，还想拼命再多攒一点，永远觉得手里的钱财不够多，永远觉得名下的房产不够稳，永远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白天操心赚钱谋生，夜里担心破财吃亏，把一生大半的精力都白白耗在这些有形的钱财外物上，无暇修心，无暇养德，无暇顾及自己的情绪与健康。易经里有一个核心概念叫耗散。一个人的生命能量生来都是有限，就像一个水缸里的水，你把心思耗在哪里，你的能量和福气就会从哪里悄悄流失。整日为钱财焦虑，为房产算计，心性就会变得浮躁不安，自身气场就会变得杂乱浑浊。气场不稳，心性不静，再好的财运也留不住，再好的福气也会慢慢耗光。这是天道规律，半点都不由人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前来问缘的大姐，那年她刚好53岁，名下2套房产，银行存款丰厚，子女都有稳定体面的工作，没有生活压力，没有经济烦恼。按照世俗任何标准来看，
他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晚年本该安享清福，无忧无虑，可现实恰恰相反。他退休2年，整日坐立难安，心神不宁。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房产行情，担心房价大跌缩水，每天盯着财经新闻，担心通货膨胀让自己的存款贬值，日日操心子女的生活，时时担忧自己老了生病无人照料，终日焦虑失眠，心事重重，活得一点都不踏实，一点都不快乐。反观我们身边有些通透的老太太，物质条件普普通通，没有多套房产，没有巨额存款，但他们不贪钱财，不恋浮华，看淡世间得失，心性平和淡然，每日3餐安稳，作息规律，心态乐观，身心康健，不攀比纠结，反而越活越有福气，越老越受人敬重。道理其实摆在所有人面前，只是很多女人不愿意承认，外在的钱财房产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能解决生活的温饱，却永远安抚不了内心的惶恐。人越是执念物质，内心越是匮乏，越是算计钱财，日子越是心累，执念越深，焦虑越重，气场越乱，福气也就越薄。想要跳出这个执念钱财的陷阱，记住3句话，照着去修，往后余生不再焦虑。第一，看淡物质涨跌，命里有时终会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不属于你的钱财，再算计也留不住；属于你的福气，不用争也会来。第二，停止无谓的焦虑，管好自己能够掌控的人和事，放下自己掌控不了的世事无常，学会知止，懂得知足，才是中年女人的大智慧。第三，学会知足常乐，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，不与人攀比房产存款，不与人攀比儿女富贵，过好自己的烟火日子，心安即是福。第3个致命陷阱，人情关系变得功利化，交友只为利益往来，不懂真心相待，晚年终究活成孤家寡人。很多女人年轻时候经营人情人脉，从来都带着极强的功利心思。有用的人刻意讨好，刻意维系；没用的人刻意疏远，刻意冷淡。平日里的人情往来，不是真心相交，只是利益互换。交友看身份，相处看好处，没有真诚，没有情义，全是算计。等到50岁退休之后，职场的人脉慢慢散去，曾经利益相交的朋友渐渐疏远，子女各自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无暇时刻陪伴。回头一看，身边没有几个可以说心里话的真心朋友，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知己闺蜜。闲暇之时无人陪伴，难过之时无人安慰，孤单冷清，落寞无依，晚年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易经64卦，卦卦相生相连，没有任何一卦是孤立存在，每一卦都和其他卦产生感应、流动、转化。这个古老的卦象设计本身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真理。人活在天地之间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，离不开人情往来，离不开真心相伴。天道讲究真心换真心，福报讲究
善缘结善缘，功利换来的人脉关系。利尽则人散，繁华落尽便是末路。唯有真心维系的情谊，不计利益，不图回报，方能历经岁月洗礼，长久相伴到老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人，一辈子精于人情算计，交友带着目的，相处藏着心机，平日里看似热闹非凡，身边人来人往，可一旦遇到难处，遇事无人相助，委屈无人倾听，到老了之后，身边冷冷清清，连个坐下来喝茶谈心的人都没有。晚景凄凉，也有通透善良的女人，待人真诚善良，不玩心机，不耍城府，不看重身份地位，不贪图利益好处，珍惜一路走来的老朋友，善待身边相遇的有缘人，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扶他人，行善积德。到了晚年，身边亲友环绕，知己相伴，邻里和睦，温暖又安稳，日日舒心，年年有福。很多女人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精明一辈子，算计一辈子，反而晚年孤单无依？原因很简单，算计消耗自身德行，虚伪消耗世间缘分。一个人的气场里满是功利与算计，自然吸引不来真心的人，留不住长久的缘分。人缘受损，德行变薄，福报自然也会跟着打折。想要跳出人情功利的陷阱，修好自己的晚年人缘，做好这3点就够了。第一，彻底放下功利心，与人相处多一份真诚，少一份算计，多一份包容，少一份计较，真心待人，方能被人真心以待。第二，用心维系旧有情谊，不必隆重应酬，一个简短的电话，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次闲暇的相聚，都是在为情谊储蓄福气。别等到需要人陪伴时，才想起联系故人。第三，主动走出家门，放下宅家的习惯，结交同频好友，加入兴趣圈子，多与人温和相处，让生命能量保持流动，晚年才不会孤单落寞。第四个致命陷阱，早早停止学习成长，心态提前衰老，思想固化，眼界狭隘，福气从此停滞不前。很多女人但过了中年，就认定人生已经定型，再也没有成长的必要，不再读书学习，不再思考感悟，不再接触新鲜事物，不再提升自身格局。每天的生活只围着家务琐事打转，家长里短，闲话是非，整日消磨时光，思想慢慢固化，眼界越来越狭隘，内心越发空虚匮乏，精气神日渐衰败，整个人暮气沉沉，福气也跟着停滞不前，再也无法往上提升。易经大畜卦有言，大畜为大积蓄，人生最大的积蓄从来不是黄金白银，不是房产存款，而是积蓄德行，积蓄智慧，积蓄见识，积蓄格局。年龄可以慢慢变老，容颜可以渐渐沧桑，但一个人的心性永远不能停止成长，永远不能固步自封。岁月可以催老你的容貌，
却沉淀不了你的智慧。唯有持续学习，持续修行，才能越活越通透，越老越有气场。你仔细观察生活，就会发现两种中年女人晚年状态有着天壤之别。有一种女人50岁之后，整日打牌闲聊，唠家常说是非，整日抱怨生活满腹牢骚怨气，眼神浑浊无光，气场萎靡低沉，浑身散发着负能量，一眼就能看出满身木气，日子过得枯燥又乏味。还有一种通透的中年女人，坚持读书练字，潜心学习国学养生，培养书法、茶道、养花等兴趣爱好，历经半生风雨，阅历越来越丰富，气质越来越优雅从容，眼里有光，心中有格局，内心丰盈富足，越老越有魅力，越老越有贵气。人一旦停止学习成长，思想就会慢慢僵化，格局就会越来越狭小，眼界受限，心胸狭隘，纠结琐事，执念过往，福气自然难以进阶，人生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。想要跳出停止成长的陷阱，守住自身的精气神，做好3件事，让自己越活越值钱。第一，坚持读书修心，多读国学经典，参悟易经智慧，读懂人情世故，开阔眼界，沉淀心性，以智慧看透世事，以平和接纳人生。第二，培养一门兴趣才艺，书法、国画、茶道、插花、养花皆可，潜心钻研，滋养自身气质，稳住内在气场，让生活拥有烟火之外的诗意。第三，保持一颗好奇心，接纳世间新鲜事物，不固执己见，不自我设限，与时俱进，心态年轻，人就永远不会老，福气也会源源不断。避开这4个人生致命陷阱之后，50岁往后的女人不必再执着于投资房产外物，不必再焦虑存款多少，一定要静下心来，修好5门人生必修课，守住自己独一无二的无形财库。这个无形财库不用抵押，不能出售，写不进任何证书，却比10套房产更保值，比100万存款更安稳。只要用心守住，不用依靠任何人，晚年衣食无忧，福气绵长，想穷都难。第一门必修课，养好自身身体，这是女人一辈子最珍贵、最靠谱的不动产。我知道很多女人听到这里都会觉得身体健康人人都懂，不用刻意多讲。但我要讲的不只是普通的养生常识，而是看待身体的根本认知转变。太多女人年轻时候肆意透支身体，为了家庭熬夜操劳，为了生活辛苦奔波，不吃养生，不懂修养，总觉得身体年轻能扛得住，肆意消耗，肆意透支，等到中年之后，病痛慢慢找上门，这里酸痛，那里不适，浑身毛病缠身，才想起保养身体，才想起就医调理，这都是典型的亡羊补牢。易经乾卦讲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乾卦代表天道，也代表一个人最原始的生命力。这份健不只是简单的身体健康，更是整个人
生命力旺盛，气血流通，心神安稳的状态。一个女人到了50岁，若是生命力旺盛，气血平和，心态从容，那她做什么都有底气，过日子处处有福气。反过来，若是生命力萎缩，气血停滞，满身病痛，哪怕名下有再多房产，手里有再多存款，也如同坐在漏水的船上数钱，再多财富也没有福气享受。所以50岁之后的女人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身体当成此生最贵重的资产来用心经营。但经营身体不是盲目吃补品，不是跟风养生，而是做到3个心态转变。第一个转变，把对待身体的态度从被动养病变成主动养生，不要等到身体出了大状况才慌忙关注调理，每天自省睡得是否安稳，吃的是否滋养，情绪是否积压，身心是否疲惫，这些细碎的小事才是真正养护身体的根本功课。第二个转变，认清情绪与身体的紧密关联。我们老祖宗早就讲过，7情6欲伤身，怒伤肝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喜伤心。中年女人大半的身体毛病，根源不在皮肉筋骨，而在内心郁结，常年的委屈，常年的纠结，常年的担忧，常年的抱怨，慢慢堆积，化作各种身体隐疾。吃药打针只能治表面病痛，化解不了内心的郁结。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养护自己的身体，这2件事本就是一体同源。第3个转变，把柔和修炼纳入日常，不把养生当成任务。我不是让大家去健身房高强度运动，而是修习我们传统柔中带刚的养生方式，太极、8段锦、静心散步、晨起呼吸新鲜空气，饭后慢走舒缓身心，用心感受脚步落地安稳，用心感受气息流转的平和。这是和自身生命力对话，不是漫无目的消磨时间。我见过不少70多岁的老太太，精神跟欠，眼神清亮，步履从容，看就生命力充盈。你去问问他们养生秘诀，没有一个是靠昂贵补品维持，靠的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规律作息，内心平和，懂得敬畏身体，懂得静心修养。身体是你行走世间唯一真正拥有的不动产。房子可以征收变卖，存款可以通胀缩水，名利可以转瞬成空。唯有你的身体，只要你用心善待，好好养护，它就是你最坚实的家园，最安稳的依靠。50岁之后，请郑重把养护身体列为人生第一要务。第2门必修课，养好真实人脉，积攒温暖人情，储蓄无形福气。我常说易经64卦，环环相扣，生生不息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。人这一生，钱财再多，若是孤身一人，也是内心贫穷；物质再富足，若是无人相伴，也是人生遗憾。医学早就证实，长期的孤独、孤立对人体免疫力、心态寿命的伤害远超普通病痛。可你看看身边多少50岁后的女人，正在一步步走向孤立无援、子女成家立业。
各自奔赴自己的生活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老朋友因为岁月变迁，生活奔波，渐渐疏远，慢慢断了联系。退休之后，职场社交圈彻底消失，忽然发现生活里认识的人越来越少，能真心说心里话的人更是寥寥无几。这种状态不是命运安排，而是年轻时候不懂经营人情，不懂储蓄善缘，没有提前为晚年做好铺垫。50岁是经营人脉缘分的关键转折点。从这个年纪开始，一定要有意识、有分寸地经营自己的人情网络。但中年后的人脉经营和年轻时候完全不同，年轻时候的人脉多多少少带着功利之心，认识谁，想着日后能帮自己办事，维系谁，想着能给自己带来好处。这不是对错，是年轻时谋生的现实。可50岁之后，功利性的人脉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这个年纪的我们不再攀爬事业，不再追逐名利，只求内心安顿，生活安稳。我们需要的不是能帮你升职赚钱的关系，而是难过时可以倾诉，开心时可以共享，孤单时可以陪伴，遇事时可以真心相待的朋友。这种真挚的人情，不靠利益交换，不靠刻意讨好，只靠真心积累。真心换真心，是世间最稳的天道。50岁之后，有3种关系一定要用心深耕经营。第一种，和子女的缘分情谊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母子之间的拉扯隔阂，根源都是父母把子女当成自己的附属品，当成自己未完成梦想的延续。子女没有按照自己的期望生活，就心生不满，心生抱怨，强行管控，强行干涉。易经讲缘分天定，父母与子女本是一场难得的世间缘分。你把孩子带到世间，尽心养育成人，这份责任在子女成年之后就已经圆满完成。往后的相处是2个独立成年人之间的情谊，不是管控与被管控的关系。你懂得尊重子女的人生选择，子女才愿意亲近你，愿意和你分享心事。你学会适时放手，不干涉儿女家事，管控孙辈教育，反而能真正留住亲情。很多女人调整好和子女的相处频率之后，忽然发现子女愿意常回家了，愿意交心谈心了，亲情变得温暖和睦。第二种，和老朋友的半生情谊。人到50，能称得上真心朋友的人寥寥无几。这些陪你走过风雨，陪你历经坎坷的老友，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，值得用心珍惜，用心维护。不需要隆重的聚会，不需要贵重的礼物，一个问候电话，一次闲暇小聚，具节日关怀，都是在为情谊储蓄福气。不要等到孤单无助的时候才想起联系故人，那时候缘分早已变淡，人心早已疏远。第3种，和新朋友的同频缘分。50岁之后，千万不要封闭自己，宅家度日，一定要主动走出去，融入生活，结识新的同频之人，参加读书会，加入兴趣小组，参与社区志愿活动，
学习一门新的技艺，新的人际连结会带来新的生命能量，让你的人生保持流动鲜活，不会停滞衰老。我可以笃定地告诉大家，一个50岁的女人，若是拥有真实温暖、持续流动的社交圈，有知己相伴，有亲友牵挂，她的晚年注定不会太差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，有流动的地方就有生机，有人情的地方就有福气。第3门必修课，养好智慧学识，沉淀内在格局，积累永不贬值的人生财富。我如今年过80，依旧喜欢读书，喜欢思考，喜欢和人探讨人生哲理，研究易经天道。很多年轻人问我，年纪这么大，还要不断学习思考，难道不觉得辛苦吗？我每次都坦诚告诉他们，真正辛苦的是停止学习、停止思考的人。人的脑子越用越灵动，人心越练越宽广，眼界越学越长远，格局越悟越通透。这从来不是励志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规律。易经大序卦的真谛，就是人生要懂得积蓄，年纪增长，体力衰退，这是自然天道的损耗。但只要你坚持学习思考，你的人生智慧，你的处事洞察力，你的内心格局，都会随着岁月沉淀，越发深厚，越发通透。损的是体力，益的是智慧。损与益本就是天道体两面。一个50岁之后，主动把精力从外在奔波转向内在智慧修行的女人，她的人生曲线只会向上走，不会向下落。中年女人修行学识智慧，不用追求高深难懂，认准3个方向，踏踏实实去学就可以。第一个方向，深耕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易经、儒家经典、中医养生、国学处世智慧。年轻时候阅历太浅，很难读懂其中深意。到了50岁，历经半生风雨，尝过人间冷暖，再回头品读这些经典，每一句话都能读懂自己走过的路，每一个道理都能看透世间的人情规律。我年轻读易经，只觉得句句有道理；中年读易经，句句都映照人生坎坷；老年读易经，才读懂里面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，藏着人生命运的玄机。这种越品越有味道，越悟越有收获的国学智慧，才是值得陪伴我们终老的精神财富。第二个方向，潜心修习一门手艺或者艺术，书法、国画、茶道、插花、乐器，任选其一，用心钻研，认真深耕一门爱好，能修炼极致的专注力，提升自身审美涵养。这2样东西会慢慢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，改变你的气质，拓宽你的心胸，提升你的生命质量。你去对比就会发现，70岁还坚持练字作画的女人，气质优雅，心态平和，眼神有光；而整日无所事事，打牌闲聊度日的女人，满身浮躁，满脸怨气，气场浑浊。2种活法，2种人生，都是长期选择累积的结果。第3个方向，学习倾听与包容的处世智慧。很多人觉得沟通表达
是年轻人才需要修习的本事，中年之后无需在意，这是大错特错。50岁之后的相处之道，有着完全不同的智慧。年轻时候说话是为了表达自我，说服别人，争取利益。50岁之后，最该修习的是静心倾听，温和包容。在人人都急于表达自己，急于被人认可的时代，一个能静下心，用心倾听他人心声，不打断，不反驳，不评判的女人，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，受人敬重。学会倾听，你的人际关系会彻底改变。不用多说废话，不用刻意讨好，只要你愿意静心倾听，别人和你相处，就会觉得安心舒服。智慧学识是女人一辈子永不贬值的资产。房价有涨跌，黄金有起落，钱财有聚散。但你脑子里读懂的道理，心里沉淀的格局，骨子里涵养的气质，没有任何外界力量可以夺走一个70岁历经风雨，读过诗书，悟过人生，依旧保持好奇与通透的女人。往那里一站，自带贵气气场，这份气场会自然而然吸引好运，吸引贵人，吸引福气，源源不断向你靠拢。第4门必修课，修好自身德行，积善积福，厚德方能载物，福泽方能绵长。现在很多人一听到修德行、积善缘，就觉得太古板、太说教，跟不上当下的时代。我告诉你，这恰恰是所有人最容易忽略，回报率却远超任何房产存款的人生投资。易经流传千年，最核心的2句话，人人耳熟能详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什么是厚德载物？直白来讲，就是一个人的德行越厚重，心胸越宽厚，心地越善良，他所能承载的福气、财运、人缘、安稳就越多越稳。这不是封建迷信，这是天地能量运行的实在逻辑。你的德行决定了你身边聚集什么样的人，决定了你人生遭遇什么样的事，决定了你晚年拥有什么样的福气。一个德行端正、心地善良的女人，她的生命场域里会自然而然汇聚正向的人和事，同频相吸，善缘相聚，福气自来。50岁之后的德行修炼，不是让你去做惊天动地的大善事，不用刻意行善扬名，只藏在日常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的细节里。老祖宗讲究积阴德。什么是阴德？就是默默行善，不求回报，不求他人感谢，不求世人知晓，安安静静付出，做完即刻放下，张扬不炫耀，做了好事就四处宣扬，逢人就诉说，看似行善，实则在消耗自身福德，得不偿失。真正的阴德，默默付出，静心行善，内心会生出满满的充实感与安稳感。这份从容富足，是花再多钱都买不到的。中年女人积德行善，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易得。对家人多一份耐心，少一份抱怨，少一份指责。你记住，在最亲近的家人面前，守住脾气，保持耐心，是所有修行里最难的一件事。正因为难做到，
所以做到之后，积攒的福报也最厚重，对邻居多一份善意，一句真诚问候，一次举手之劳，就能温暖人心，结下善缘。对陌生人力所能及，随手帮扶，纠结回报，不算计得失，能帮则帮，随心行善，随缘积福。除此之外，言语修德是中年女人最重要的修行。人到50，说话的方式就是你德行的名片。说话有德，就是不说是非，不道人短处，不传邻里闲话，不议他人隐私，看见别人的优点，愿意真心夸赞，看见别人的缺憾，选择闭口沉默，不随意嘲讽，刻意贬低，说话温和有度，让人听了心生温暖，如沐春风，而不是心生沉重，心生刺痛。这份看似简单的修养，能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我见过很多女人，年轻时候牙尖嘴利，说话刻薄伤人，凡事争强好胜，得理不饶人。到了晚年，身边亲友渐渐远离，无人亲近，自己孤单落寞，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道理很浅显，那些被你言语伤过的人，被你计较得罪过的人，日积月累，慢慢淡出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场域自然变得荒凉冷清。反过来，一个说话温和、待人宽厚、嘴上留德的女人，到了晚年，身边自然聚集一群真心相待的人，不用刻意维系，福气自然显现。易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里的家，不只是你居住的房子，更是你整个人修行出来的生命场域。你在心里积累善良，积累包容，积累真诚，积累感恩，积累德行，多余的福气就会自然溢出来，福泽自己，惠及子孙，庇佑家人。这是跨越岁月、跨越轮回的长远投资。你今天每一份善意，每一份包容，每一份德行，都是在为自己的晚年存入一笔无形却很久的财富。第5门必修课，修好内心修为，安顿身心情绪，守住一生安稳底气。我要说一句很多人不愿意听，却句句属实的真心话。一个女人如果到了50岁，还需要依靠外在的房产、存款、子女、老伴，才能获得安全感，那她这一生的修行都还没有真正开始。这不是苛责，是看透世事的慈悲点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世间所有外在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。房产有价格波动，存款有通胀侵蚀，子女有自己的人生归宿，老伴无法陪你终老，身体也可能突然出现变故。如果你的安全感全部建立在这些不可控的外物之上，那你注定一辈子活在担忧里，活在焦虑里，无法真正安稳。不是你天生命不好，而是你把人生的根基建在了流动的沙地上，风一吹就摇晃，事一来就慌乱。真正长久的安全感，从来都不靠外人外物，只能来自内心的稳定与平和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年女人最根本的内心修为。易经里的坤卦是我最喜欢分享给天下女性的智慧。坤为大地，为阴柔，为包容，
为承载万物。很多人误以为坤道是软弱，是顺从，其实大错特错。坤卦的精神是深沉内敛，是柔中有刚，是包容有度，是内心有定力，外表有温柔。坤卦卦辞所言，坤元亨利，牝马之争，意思就是大地的德行是宽厚包容，是沉稳踏实，是柔顺却有自己的定力。就像母马行走世间，外表温和柔软，内心方向坚定张扬，不浮躁，不盲从。这就是女人最高级的修行状态，外表温柔谦和，内心有分寸，有底线，待人包容大度，遇事从容淡定。真正修炼出坤卦心性的女人，不与人斤斤计较，却自有做人分寸，不强求事事圆满，却该做的事从不敷衍放弃。外表随和淡然，内心坚定从容，没有人可以轻易动摇她的心境，扰乱她的生活。这样的女人，晚年注定过得安稳顺遂，福气满满。不是因为她有多少资产财富，而是因为她拥有一颗稳定安然、被外界扰动的心。这颗安定的心，才是你此生最坚固、最靠谱的心灵家园。中年女人的内心修为有4项具体功课，只要踏实去修，就能彻底安顿自己。第一个功课，学会安静和自己独处。太多中年女人，只要一安静下来，就心生不安，心慌浮躁，总要找事忙碌，找人闲聊，打开电视消磨时间，根本不敢静下心和自己对话。这种害怕安静、逃避独处的习惯，本质就是内心没有安顿好，心性没有修炼稳。一个能真正静下心和自己好好独处的人，才能读懂自己的内心，才能好好和别人相处。每天留出10分钟安静时光，静坐片刻，感受呼吸流转，感受内心平静，不用胡思乱想，不用纠结琐事，单纯放空自己。这是最快速的内心充能，也是最深层的人生修炼。第二个功课，学会放下执念，放过自己。人到50，前半生的风雨坎坷、遗憾错过、恩怨纠葛，是时候彻底放下了。放下对过往遗憾的执念，必反复回想，不必暗自伤感。放下对子女的控制欲，不必强求儿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。放下对他人过高的期待，不必强求人人懂你，事事圆满。放下心里那些本该如此的执着执念，放下不是认输，不是放弃，而是真正解放自己的心。你一直紧紧抓着过往的委屈，抓着心中的执念，双手被占满，心灵被束缚，永远腾不出双手去接纳往后余生的美好与福气。第3个功课，时刻培养感恩的心。感恩是世间能量最高的内心状态。一个内心常怀感恩的女人，她的生命场域永远充盈明亮，心态永远乐观平和，自然而然吸引更多美好与福报向她靠拢。感恩不是刻意装出来的，是静下心，用心看见当下的拥有。如今还能安稳呼吸，就是天大的福气。
还能粗茶淡饭，温饱度日，就值得心怀感恩。身边还有亲人相伴，还有知己牵挂，还有阳光烟火，都是命运的馈赠。哪怕身处困境，也能找到一件值得感恩的小事，稳住心境，看淡风雨，这就是感恩的修行功夫。修好了，一生无烦恼。第4个功课，也是最难的功课，学会活在当下。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思从来都不在当下，不是沉溺过去的遗憾懊悔，就是焦虑未来的未知风雨，为往事纠结内耗，为未来忧心忡忡，结果眼前的大好时光白白悄悄溜走，什么都留不住。人到50，岁月匆匆，时间越来越珍贵，再也经不起无端消耗。别再纠结过往，别再焦虑未来，把所有注意力都回归到当下这一刻。今天好好吃一顿家常饭，好好睡一个安稳觉，好好看一场落日晚霞，好好和亲友聊一次心里话，把当下的每一天过好，把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做好，内心安稳，日子舒心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富足。身体、人脉、智慧、德行、内心，这5样合在一起，就是我所说的无形财库。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不能买卖抵押，却能陪你终老，护你余生安稳，给你旁人拿不走的底气与富足。讲到这里，我再往深处跟大家讲一讲《易经》里关于福气与能量流动的根本天道道理。《易经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核心概念，叫气场，也叫生命能量场。每一个人都在无时无刻向外散发着自己独有的能量场。这个场是你常年的想法、习惯、情绪、德行、心性，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。你是什么样的能量气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，遭遇什么样的事，拥有什么样的命运。福气和钱财本身也是一种流动的能量，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，只会流向和它同频共振的人。一个内心充满焦虑、抱怨、纠结、匮乏感的女人，就算手里暂时握着再多钱财，也只是过路财神。钱财从手里匆匆经过，永远留不住福气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不管赚多少钱，永远觉得不够，永远担心失去，永远活在再多一点才安心的恐慌里。这从来不是钱财多少的问题，是自身能量场出了问题。反之，一个内心真正富足、平和、感恩、宽厚的女人，她散发的能量场是充盈、从容、温润、有力量。福气、财运、贵人、好人缘都会自然而然被吸引过来，向她聚拢靠拢。不只是钱财，所有世间美好都会偏爱内心通透平和的女人。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很玄妙，其实放在生活里处处都有印证。你用心回想身边那些受人喜爱、受人敬重的长辈，那些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扶、愿意亲近的女人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质：性格开朗温和，待人真诚宽厚，内心笃定从容，懂得感恩包容。她们不是一生没有坎坷、没有烦恼，而是面对风雨的心态，面对世事的格局，让人觉得安心靠谱，愿意亲近，
这份特质就是顶级的好气场。想要修炼自己的能量气场，不用刻意寻求秘法。我前面讲的养身体、养人脉、养智慧、养德行、养内心，5件事合在一起，就是最稳妥的修场之道。身体养好，生命力旺盛，气场就有根基能量；人脉修好，人情温暖相连，气场就有支撑力量；智慧养好，眼界格局深远，气场就有内在厚度；德行修好，待人真诚善良，气场就有强大吸引力；内心修好，情绪不被扰动，气场就有恒定稳定性。5样合一，慢慢修炼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能量，让人跟你相处如沐春风，靠近你就是一种福气。这种无形的能量财库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越修行越厚重，越付出越丰盈，永远不会损耗，永远不会贬值。易经还有一个千古不变的天道规律，否极泰来。否卦代表闭塞、坎坷、困顿、低谷；泰卦代表通达、顺遂、安稳、福气。2卦紧密相连，寓意世间万事走到低谷极点，必然会迎来转机。很多女人在50岁前后都会经历人生的否卦低谷期，子女长大离家，身边热闹散去，自己职场落幕，社会存在感减弱，身体机能下滑，各种小毛病接踵而至，婚姻感情平淡，少了温情，多了琐碎，整个人会莫名惶恐，觉得曾经给自己安全感的东西都在慢慢远去，内心空虚迷茫，无所适从。这是很多中年女人都会经历的低谷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也不必心生绝望。但易经告诉我们，低谷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最宝贵的转化契机。如果你能在50岁这个人生关口停下向外追逐的脚步，学会向内看，向内修，用心打造自己的无形财库，那往后的20-30年定会成为你人生最顺遂、最安稳、最有福报的泰卦人生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，50岁之前活得辛苦劳碌，紧绷纠结，拼命追逐外物，委屈消耗自己。50岁之后幡然醒悟，停下奔波，开始参悟国学智慧，修炼内在心性，储蓄无形福气。到了60岁，整个人气质焕然一新，心境通透豁达。到了70岁，身边环绕的都是真心敬重、真心相伴的亲友，日子过得比年轻时候还要精彩舒心，有滋有味。这从来不是个例，是顺应天道修己度人之后必然会有的人生福报。否极泰来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是宇宙运行的既定规律，从不骗人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句易经文言流传千年，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我再跟大家解释一遍，这里的家不是你居住的房屋庭院，而是你整个人修行出来的生命场域。你的心念、你的言行、你的德行、你的情绪、你的能量、你的格局，所有一切组合成独一无二的你，就是你的人生之家。你在心里积累善良、包容、真诚、
感恩，德行多余的福气就会自然而然溢出来，福泽自身，惠及子孙，温暖身边所有人。所以修炼自己的无形财库，从来不是只为自己安度晚年，更是在为子孙后代积攒福德，传承家风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过三代，不是留给子女多少房产存款，而是把修行的智慧、宽厚的德行、平和的心性、通透的格局化作能量传承下去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会疑惑，这些国学道理、修行智慧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现实里真的有人靠修行改变命运吗？我明确告诉大家，有，而且比比皆是。我给大家讲真实的身边故事，听完你就会彻底醒悟。第一位女士，55岁正式退休，名下2套房产，存款充裕，物质生活完全无忧，晚年本可安逸度日，可退休后的前3年却是她人生最空洞、最煎熬的日子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翻看房价走势，关注财经新闻，整日忧心忡忡，担心通货膨胀稀释存款，担心子女日后生活艰难，担心自己年老多病无人照料。无尽的担忧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把他牢牢困住，日日焦虑，夜夜失眠，走不出内心的迷茫与惶恐。后来他自己坦言，那3年自己就像一具空壳，人活着，心早已枯萎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后来一次偶然机缘，接触国学易经智慧，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我除了房产存款，到底为自己积攒了什么？这一问彻底点醒了他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他开始把所有多余精力从外在的钱财算计，转向内在的修行沉淀，认真调理常年积压的身体隐疾，不再拖延病痛，报名书法兴趣班，每周静心练字，沉淀心性，抚平浮躁，主动联系多年疏远的老朋友，放下隔阂，真诚相聚，重拾半生情谊。闲暇之余参与社区志愿，力所能及帮助他人，默默积善积德。短短3年时间，他整个人判若两人，容貌气质变了，心态格局变了，人生状态彻底变了。没有多买1套房，没有多存1分钱，可他的安全感、幸福感、内心的安稳感远超从前。他亲口跟我说，现在的我比拥有10套房产还要安心。房子是记名的外物，随时可能变迁，可健康的身体、平和的心境、真心的朋友、内在的智慧，是真正属于我的财富，任何人都抢不走，夺不去。这份发自内心的安定从容，是修行之后最珍贵的福报。还有2位同城的老太太，我放在一起对比，道理胜过千言万语。2人同龄，同住在一个小区，同样都有自住的房产，家庭条件相差无几。第一位老太太，一辈子把所有精力都耗费在攒钱、存钱、算计物质上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对自己极其苛刻，舍不得买体面的衣服，舍不得享受生活，只为多给子女留钱财房产。一生没有兴趣爱好，没有知心好友，日子枯燥乏味。退休之后，整日闭门在家看电视，
或是门口发呆，整日唉声叹气，口头禅就是老了没用了，活着没意义。子女偶尔来看望，做不了片刻就匆匆离开，不是子女不孝，是和他相处满是压抑悲观，满身负能量，让人无从交心。久而久之，子女探望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他越发孤单落寞，陷入恶性循环。第二位老太太，年轻时候没有丰厚积蓄，没有多余房产，却一辈子心态乐观，待人真诚，爱笑善良，热爱学习，乐于助人。退休之后，坚持晨练太极，闲暇练字养花，把家里布置得温馨雅致，日子过得诗意从容，常常邀约老友相聚品茶，谈心叙旧，人缘极好。子女更是愿意常回家陪伴，因为在他身边永远是温暖的气场，积极的心态，让人舒心安心。78岁那年，还和老友结伴登山游玩，归来满心欢喜，眼神有光，气质优雅。两个人同样的年纪，相似的物质条件，却活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晚景。谁真正富有，谁真正有福，不用我多做评判，一眼就能看清。这两种人生是当下无数中年女人的缩影。一条路，50岁之后依旧执着外在物质，耗费心力算计房产存款，一辈子活在焦虑纠结里，晚景凄凉。一条路，50岁之后醒悟觉醒，潜心修炼，内在无形财库，修心修德修格局，往后余生安稳顺遂，福气绵长。选择不同，付出不同，20年之后的人生结局天差地别。我讲这些真实故事，不是让大家评判谁对谁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，我从不评判对错，我只是想让所有中年女人看清，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有对应的代价，也都有对应的福报回报。你今天把心思精力放在哪里，你的晚年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模样，过什么样的日子。讲到这里，很多姐妹都会坦诚发问，老师，这些道理我都听懂，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可我就是做不到，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诚实，也特别真实。我很欣慰，做不到，不代表你意志力差，也不代表你没有悟性，更不代表你天生没有福气。做不到往往只有一个根本原因，你还没有被现实彻底点醒，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起步的方式。今天我给大家一套最简单、最落地，人人都能做到的起步改变方法，照着做，你也能慢慢改命修福。第一步，静下心，诚实的评估自己当下的人生状态。拿一张纸，静下心问自己5个问题，不用欺骗别人，只需对自己坦诚。我的身体如今是什么状态？有没有常年拖着不调理的隐疾？我有没有深夜可以随时打电话倾诉心事的真心朋友？我最近一次主动学习新东西，提升自己，是什么时候？我有没有做过不求回报、默默行善的小事？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内心是平静安然，还是焦虑浮躁？这5个问题，
就是你当下无形财库的真实余额。答案不用给任何人看，只需直面自己的内心，看清自己的短板，才能知道从哪里开始修行改变。第二步，找准自己最薄弱的地方，从最小的小事开始行动。记住，千万不要一下子定宏大目标，想着立刻改掉所有坏习惯，同时养生、读书、社交、修心这样的计划，3分钟热度，3天之后必定放弃。易经有言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。所有人生的大改变都是从一件细微小事开始。你若是身体最差，就从明天早起下楼散步10分钟开始，不用多，坚持就好。你若是人缘孤单，就这周主动给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发一句暖心问候，不用多言，维系情谊就好。你若是内心浮躁焦虑，就每晚睡前静坐5分钟，放空思绪，感受呼吸，静心安神就好。小事虽小，日积月累，就是改变命运的力量。第3步，把选定的小事坚持做成日常习惯。习惯是时间最好的复利。今天10分钟散步，明天10分钟，日积月累，身体自然康健。今天5分钟静心静坐，明天5分钟，久而久之，内心自然安稳平和。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，10年、20年坚持下来，就会变成你晚年最坚实的资本，最厚重的福气。第4步，给自己找一个精神锚点，稳住内心根基。什么是精神锚点？就是无论外界世事如何变幻，无论生活遭遇多少风雨，你都可以随时回归的内在根基。可以是深入研习的易经国学，可以是坚持多年的养生修炼，可以是潜心深耕的兴趣爱好，可以是内心坚守的善良感恩。有了这个锚点，人生再大的风浪都无法打乱你的心境，无法摧毁你的底气。你永远有心灵的归宿，有精神的寄托，这才是真正顶级的安全感。最后，我要郑重告诉所有姐妹，人生改变永远不嫌晚。总有女人感慨，我都60岁了，现在修行还来得及吗？我告诉你，永远来得及。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有醒悟的心，任何年纪都可以往自己的无形财库里储蓄福气。哪怕从今天才开始修行，5年之后，你会感受到心境、气场、人缘、福气的明显变化。10年之后，你一定会感谢今天醒悟、愿意改变的自己。我见过70岁才开始学书法的老太太，坚持5年，气质气场脱胎换骨，受人敬重。我见过65岁才开始认真养生修心的女人，10年之后身体健康，心态平和，安享清福。我见过58岁才开始参悟国学，修炼内心的人。古稀之年，活成了身边所有人的心灵依靠。人生最怕的，从来不是年纪大、起步晚，而是永远在等待一个所谓最好的时机，迟迟不肯行动。殊不知，最好的时机从来不是未来，而是当下，就是今天。我也知道很多姐妹心里还有疑惑，我一并给大家解答。有人说，道理再好，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。我从不否认这句话
物质是生活的基础，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，谈内在修行确实不现实。但大家要分清，你口中的没钱是真的温饱都难以维持，还是只是不如别人富足，心里觉得不够。真正穷困潦倒的人终究是少数，大多数女人口中的没钱都是心理上的匮乏感，不是物质上的短缺，而心理的匮乏再多钱财也填不满。唯有内在修行才能化解执念，知足常乐。还有人说道理都懂，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脾气和执念。我想说，不必急于求成，修行本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用逼自己立刻完美，每天改变一点点，每天包容一点点，每天放下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自然脱胎换骨。也有人担心修行内在是不是就要放弃物质，安于清贫？我明确告诉大家，绝对不是。我从来没有说过女人不该追求物质，不该拥有房产存款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50岁之后，人生经历的重心要从向外追逐转为向内修行，不是放弃外在，而是内外兼顾。内在丰盈通透的女人，看待世事更有智慧，处理钱财人情更有分寸，反而能更好守住家业，经营生活。内在修行只会提升你经营人生的能力，不会拖累你的物质生活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互不矛盾。最后，我想跟所有辛苦半生的女人们说一句真心话：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为家庭操劳，为儿女付出，为责任奔波，委屈自己，消耗自己，默默扛下了所有风雨。前半生你为别人活，为责任活，为生活活。到了50岁往后，真的该好好心疼自己，好好宠爱自己，不是自私放纵，不是任性享乐，而是认真负责，有智慧的经营自己的余生，好好养护自己的身体，守护真实温暖的人情，持续沉淀自己的智慧，潜心修炼自己的德行，用心安顿自己的内心。这5件事做好了，你留给家人，留给儿女最好的礼物，从来不是房产，不是存款，而是通透的心境，优雅的气质，宽厚的德行，安稳的气场。一个丰盈安然、内心有力量的你，就是全家最好的风水，最大的福气。守住这份无形财库，比任何房产都保值，比任何存款都安稳。往后余生，福气绵长，晚年想穷都难。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易经智慧，女人50岁后的修行之道。听完之后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姐妹们，在你心里，女人后半生最好的投资到底是房产存款这样的外在物质，还是修心修德的内在修行？你有没有陷入操心过度、执念钱财、迷失自我的人生陷阱里？往后余生，你愿意静下心来，好好修炼自己，守住无形财库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，互相修行，积攒福报。喜欢国学经典，喜欢曾仕强处世智慧，喜欢女性修心之道的朋友，一定要点点订阅，点亮关注，锁定咱们频道。往后每天都会为你拆解易经人生哲理，解读女性坤道智慧，
教你修心、修德、修气场，避开人生陷阱，积攒一生福报，通透从容过好后半生每一天。